好，上一节我们讲了为什么历史数据很重要，它是拉开你和专业交易员的一个重大差距的地方。那么今天我就简单的分享一下，我平常是如何维护历史数据的一个过程。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下载数据，缺什么下什么。假设我对于我目前交易的这个平台上面的这个标普500指数的数据不满意，那么我们就先，比如说我这个爬虫爬的数据源是 Ducosby，我们就先把原始的数据下下来，代码会将我们要下载的数据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我这里主要是为了演示一个过程，所以我只下载了24年的数据，也就是最近这3个月的数据。但是下载的这些原始文件它都不是这个 MT5想要的这个格式，并且还都是这个压缩文件。所以我们这里还要进行第二步，也就是我们的合并数据。数据合并完成之后，它会把所有的同一个交易品种的数据合并成为一个 CSV 文件。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文件里边的内容首先就是我们的时间，然后就是高开低收的这些价格虽然这些数据价格的数据很完整但是唯独缺少了我们这个点差的数据。我们把这一列把它分列，然后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大家看时间高开低收的价格都有，然后后面这一列应该是 Cosplay 的点差，但是都是零，并且即便是它这里有点差，我们也不能使用，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平台去做单的，但是我们却以另一个平台的点差去进行回测的话，那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还需要把我们自己用的这个平台上的点差合并到我们这个文件中，并且还要把它的时区调整为和我们目前这个平台同步。因为有些对于这个时间是根据这个时间来做单的一些 EA 的话，你必须要把这个时区设定好。所以我们还需要运行第三步，也就是我们的整合平台点差加这个调整时区。运行这一步之前，我们还需要准备好我们需要的这个点差文件，也就是这个文件。它是我使用我写了一个小工具就是 record spread 记录点差的一个小工具。我们把这个工具放在我们的 VPS 服务器上，然后让它运行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采集一周的你要做的这些交易品种的一周的真实的点差，然后生成这样一个点差文件。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数据文件稍微有一点大，所以有点慢。好，打开了，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内容首先是这个时间这个文件是我给我们这个内部学员准备的一个示例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去年的不要在意。总之它就是会记录时间，还有我们的想要做的这个交易品种，包括贝的价、ask 价，还有这个真实的点差。它是每隔15秒，然后全部采集一次。我们只有把这些真实的数据采集下来，我们才能够知道在几时几分我们应该用多少的点差去进行回测，而不是说去使用一个固定的点差去回测。因为你想凌晨的时间跟我们北京时间3、4点和晚上的8、9点，他们的之间的这个点差会是一样的吗？尤其凌晨的时候，市场刚开盘的时候，它的点差成本是非常大的。关于这一点，我后期会做一期相关的节目，给大家非常形象的展示，如果在凌晨的时候去做交易，你的交易环境究竟会有多差。好，准备好这个点差文件之后，我们就可以运行我们这里的第三步了。很快它就会把我们这个平台的点差、时区还有原始的这个价格数据全部整合成为一个 CSV 文件。到此为止，我们的数据就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还没有完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个自定义的交易品种，然后把它导入到这个 MT5中去。首先打开我们的 MT5，然后点击交易品种的这个图标，然后点击这个创建自定义交易品种。我们这里从这个US500上复制一个品种规格，然后再给它取一个名字，比如说叫 test，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我搜索一下看它在不在US500在这里，我们双击它让它显示出来，然后点击这里的注，然后点击这个导入柱形图，然后再选中我们刚才合并好的这个数据文件。
其余的就不用选了啊，这个点差呀，什么平移这个时区啊，这些都不用管了，因为我在代码里面其实就已经做好了，我们直接点击确定就可以了。好，到此为止，我们的数据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再检查一下我们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点差，都有的啊，并且也不是写死的，这有19也有50。因为我这个平台对于 US500来说，其实还是蛮稳定的啊，它的点差是蛮稳定的，所以基本上看不出太大的一个浮动的情况啊，看不出来，基本上就是在19啊、20还有50。之间这个切换，但是如果你是货币对的话，你这个点差的话，差距就很大了啊，就非常大了。好，那么我们再检查一下这个时区还有大体的这个价格是否正确啊。我们先把这个擦掉，然后导到我们刚才导入的那个品种，就这个 US500 test， 然后再把我们平台的这个也打开，然后对比一下，我们对比一下就知道它们的时区还有价格。是否正确了啊？把这个擦掉，然后我们直接回车因为导入的数据都是24年的，所以我们检查一下24年刚开始这附近数据是否正确啊？切换到1分钟，然后先把这个勾掉。2024 1月10号，1分钟的。好，然后我这里准备了一个小工具啊，它的作用就是同步一下这2个图表啊，把它先加载一下。好，选择同一个起始点，然后我们看红色的这根线，它这里是1月10号的2点20，然后底下是我们这个平台的上面是我导入的，然后底下这个也是1月10号的2点20。同一根 K 啊，也就是都是这个地方的低点，然后时区也是一样的，时区没有问题啊。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就这里就看一下这些关键的地方就可以了。1点10分、1点10分，价格4749，然后4750，差的不多啊，大体看一下就可以了。正常来说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都是正确的。那么到此为止啊，我整个的一个日常的维护数据的过程就已经给大家演示完了。这里面因为涉及到一些内部课程的内容，所以我讲的就没有那么细致也就是给大家大体演示一个过程啊。但是我想经验丰富的你们这些应该都不是事儿。好，这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